徐掌教，你今日若非要动他，就从我们的身上踩过不去吧。道海八剑仙纷纷说道。这样的决心让人们越发意外。一个陌生人，他们实在想不通，为何道海八剑仙要做到这种地步。这是连楚风也没有想到的。他甚至和其他人一样，也同样感到震惊。那道海的令牌拿到飞花斋去，一点作用都没有，可放在道海八剑仙面前，竟能让他们如此守护自己，不惜与相识多年的人为敌，这是远远超乎楚风想象的。难道这就是道海的规矩和信仰？我没必要从你们身上踩过去，但这楚风的命我要定了。得罪了。话罢，飞花斋掌教的威压再度释放而出，无形的威压化作八指巨手，是打算强行将道海八剑仙从楚风的身边移开。现在道海八剑仙没有了剑阵的力量，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他无需伤害他们，也可以让他们从楚风身边离开。只是当他的威压靠近道海八剑仙之后，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威压竟然凭空消失，这让飞花斋掌教以及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愣，就连道海八剑仙也是有些意外。他们都感受到了飞花斋掌教的威压，也都明白飞花斋掌教的意图，但是他们却不知道那威压为何会忽然消失。徐掌教，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啊，居然敢对我之弟子动手了！就在众人不解之际，忽然一道声音自虚空之上炸响开来。顺声观望，在那虚空之上，云层之巅出现了一道身影，那身影在茫茫云海之中显得十分渺小，可看到他之后，所有人都是目露敬畏之色。那是一名女子，中年容貌，但长相却很是普通，虽皆是中年的外表，可若只比外表，她与道海八剑仙相比，说是不堪入目也不为过。可偏偏没有任何人敢轻视于这名中年女子，因为她就是大名鼎鼎的道海仙姑。拜见师尊。当道海仙姑出现后，道海八剑仙赶忙施以大礼，拜见仙姑大人。与此同时，在场的所有人也都赶忙施以一礼，莫说其他人，就连飞花斋掌教甚至绘制大师的仆人平凡也都是施以一礼。道海仙姑没有人敢不敬，至少他们不敢不敬。此时的场景简直如同凡人看到神灵，敬畏之意弥漫开来。这便是道海仙姑，果然很不简单。楚风也一直凝视着道海仙姑，虽然道海仙姑面容平平，可楚风看得出来，她的确深不可测，不仅仅是实力，而是这个人就给人一种神秘之感，这才是真正的修武高手。仙姑大人，我并没有得罪之意，而是此子实在可恶。他飞花斋掌教师以一礼之后，便赶忙开口，他害怕道海仙姑误会，所以想要解释清楚，他为何非要对楚风出手。此时在他的脸上能够看到明显的慌张，他怕了。当看到道海仙姑的那一刻，所有人都能看出他的恐惧。虽然他们飞花斋算是与道海交往不错的势力，此事人尽皆知，可只有他知道，道海仙姑始终高高在上，与其说是势力交好，更不如说他是道海仙姑的一个仆人，力所能及的去做讨好道海仙姑的事情。他与道海八剑仙面前还算得上是朋友，可与道海仙姑根本谈不上朋友，那种距离感与危机感从始至终都存在着。你不必再说发生了什么，我都知道了。今日我会给你个说法的。道海仙姑说话间便飞落而下，虽然她面容普通，甚至看上去没有一丝气质可言，可她的气场却极为强大。小鬼，你胆子够大的，竟敢与飞花斋为敌！飞落而下后，道海仙姑便看向楚风。见此情形，再想一想道海仙姑说的话，原本紧张的飞花斋众人皆是松了一口气，甚至有人嘴角露出了笑意。而在场的其他人也都觉得楚风要大难临头，道海仙姑的实力深不可测，飞花斋掌教与他完全不在一个级别，若是他要对付楚风，就算是绘制大师也未必保不住。可忽然之间，一道鲜血溅起，下一刻所有人都是面容大变。道海仙姑出手了，她手臂张开，一道肉眼可见的武力凝聚成一把长剑，洞穿了丹田。只是那洞穿的却并不是楚风，而是飞花斋掌教。这一幕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不知所措。仙姑大人，您为何？飞花斋掌教瞪大了眼睛，哪怕自己丹田被洞穿，他也是不敢发怒，反而很是委屈的看着道海仙姑。就在此时，道海仙姑大袖一挥，自其袖中便飞出一物。此物起初很小，但升空之后急速扩大，最终那竟化作一道遮蔽虚空的之物。此物本无特殊之处，可此物上面却悬挂着无数个头颅，那全部是飞花斋之人的头颅，长老与弟子的头颅皆在此处。我的天哪！看到这惊悚一幕，就连在场的许多修武者都是被吓得脸色惨白。如此数量便说明了一件事，飞花斋的所有人几乎都被杀死。可是道海仙姑为何要做这件事？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楚风所说乃是真的。飞花斋表面名门正派，实际上恶事做尽，乃是一个邪门歪道，所以道海仙姑才铲平了飞花斋。徐掌教，你真的不该辜负我对你的信任。道海仙姑对飞花斋掌教再度开口，而他这一句话更是验证了众人的猜测。原来飞花斋当真是如此邪恶的势力，那楚风与柳尚武竟然没有说谎。仙姑大人，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飞花斋掌教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败露，吓得连说话都开始颤抖。可他话还没有说完，便有阵阵闷响同时传来，伴随着那闷响传来，还有鲜血溅开。不仅飞花斋掌教爆体而亡，飞花斋在场的所有人全部爆体而亡，就连悬挂在空中的无数颗飞花斋之人的人头也爆炸开来。转眼之间，飞花斋的所有人都在这天地之间粉碎。当然，人虽然死了，可他们身上的宝物却都落入了道海仙姑的手中。此时天地间一片宁静，没有人敢说一句话。他们不敢怀疑道海仙姑，哪怕道海仙姑根本没有拿出飞花斋作恶的证据，可只因道海仙姑开了杀戒，他们就愿意相信飞花斋乃是罪不可恕的邪门歪道，并且就算飞花斋的那些人被道海仙姑尽数抹杀，
人们也不会觉得道海仙姑残忍，反而觉得飞花斋的人乃是死有余辜。这就是强者的力量，他不仅仅可以威慑众人，更是能影响人们的看法，毫不怀疑地觉得他是正确的。忽然一阵清风拂过，人们先是神色一滞，随后皆是松了一口气，那紧绷的情绪在此刻得到了缓解。原来是道海仙姑以及道海八剑仙全都不见了，他们走了，没有任何过多的话语，就这样消失不见。不过人们也没有觉得他们没有礼貌，这就是道海仙姑的行事风格，她本就是隐士高人，从不会刻意讨好任何人，反而是大把的人想要讨好她。飞花斋就是其一，且飞花斋也是为数不多得到了道海仙姑信任的实力。不过这也就注定了他们今日的结果，道海仙姑这种人自然不会允许欺骗了他的人。活在世界上，这个世界上的邪门歪道有很多，可道海仙姑不会尽数除掉，她不是一个以除魔卫道为己任的人，但她绝对不会允许身边人是邪门歪道，更不会允许一个邪门歪道伪装成名门正派来欺骗她。楚风小友，你可真厉害，居然连飞花斋都被你刷得团团转。楚风小友的确年少有为，年少有为啊，不知家师是谁。道海仙姑走后，先前还斥责楚风的人却都变了脸色，许多人开始夸赞楚风，但是对于这些人，楚风自然不会理会。楚风先向平凡道谢，随后又与柳尚武告别，紧接着便假装离开此地，实则又返回到了城池之中。楚风直奔那神秘高人先前所在的湖泊而去。楚风已经拿到他需要的宝物，可那位却迟迟没有联系楚风，他等得起，楚风却等不起。虽说那位已经说过他会主动去找楚风，但楚风还是决定主动去找他。而令楚风欣喜的是，那神秘高人居然真的就在湖边。本来楚风已经做好了会找不到那神秘高人的准备，所以当找到神秘高人后，楚风也是喜出望外。前辈，您要的东西晚辈已经拿到了。楚风将那件从慧之大师那里得到的宝物递给了这位神秘高人，神秘高人伸手将此物接过，随后递给了楚风一个卷轴。你想找的如今就栖息在这里，不过我劝你不要去，因为你不是他的对手。神秘高人说道。楚风打开卷轴，发现是一个地图，原来在这城池的地底深处有着一个隐藏的世界，那天地奇物如今就躲在那隐藏的世界之中。本来楚风还想问些什么，可是抬头一看，却发现那神秘高人已经离开了。这走的也太快了吧！前辈，您真的走了吗？先前您可是说好会保晚辈的，怎么一直不现身啊？晚辈可险些被那飞花斋的老贼杀死啊！楚风连连发问，可却没有任何回应。但楚风其实也是随嘴问问，此事既然已经过去，而他又安然无恙，他已不是特别在意。楚风将天师拂尘拿出握于手中，现在只能靠你了。楚风对天师拂尘说道，若是凭借自己的力量，10000个他也不够那天地奇物杀。楚风只能依仗天师拂尘的力量去对抗那天地奇物，可这天师拂尘的力量时现时不现，这让楚风很是无奈。天师拂尘虽强，但却与那神鹿很像，他完全不可掌控，帮不帮自己乃是看对方的心情。然而令楚风欣喜的是，当楚风催动天师拂尘之后，天师拂尘立刻有了反应，那是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奇怪，为何这个时候就愿意帮我了？难道说你也很想捕捉那天地奇物？楚风也是有些不解，但他还是立刻行动起来。隐藏在这城池地底深处的世界可不是那么好找的，但好在那神秘高人给予楚风的地图有着可以进入那隐藏世界的方式，而进入隐藏世界的通道就在眼前的湖泊之中。楚风跃入湖泊，一路下潜，很快便找到了隐藏世界的入口。进入其中，发现这个世界不是很大，虚空之上昏沉沉的，乃是一个荒芜世界。想在这种地方寻找天地奇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好在天师拂尘的力量不仅再度可以使用，且追踪罗盘也是再度发挥开来。楚风一边用九龙圣袍以及天师拂尘的双重力量隐藏自己气息，一边运用追踪罗盘追踪而去。终于，楚风再度看到了天地奇物，只是此时的天地奇物所释放的黑色气焰比之前见到它还要磅礴。磅礴的气焰上入云端，下入大地，简直就是一个吞噬世界的巨兽。楚风在其面前感觉自己渺小不堪，那天地奇物此时一动不动，似乎又在做着什么。老实讲，面对这样的天地奇物，楚风也不知道在此布置天师拂尘传授他的阵法还能否有效，只是楚风却别无选择。楚风说做就做，依旧是与先前一样，以天师拂尘为阵眼，借用他的力量开始布置阵法。而原本心中没底的楚风，越是布置那悬着的心，却越是开始下落。他发现天师拂尘的力量好像增强了，因为他能明显的感觉到他眼下布置的阵法比之前布置的要更强。可是他的戒灵之术明明没有提升，布置阵法的手段也没有任何变化。这种情况下，阵法的力量却变强，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乃是天师拂尘的力量变强了。难道说之前的你也没有尽全力？看着释放着血红色气焰的天师拂尘，楚风内心震撼，他第一次发现原来至宝的力量也同样可以深不可测。阵法布置完成，这一次的阵法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尽管眼下阵法是隐藏状态，但只要开启，这阵法的力量必然惊动天地。如今这座阵法的力量根本无需再引诱天地奇物靠近，只要在一定范围内就可以发挥出这座阵法的全部威力。而刚好那天地奇物所在的地方正是楚风阵法攻击地方范围之内，血红色的气焰凭空而现，这一出现便遮天蔽日，如吞噬一切的魔物，以惊天动地之姿向那天地奇物攻了过去。这正是楚风布置的阵法力量。又是你！危险靠近，天地奇物立刻苏醒。当他看到那阵法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是谁。你怎么会找到这里？天地奇物发出疑问。这你就不要问了，
今日我只要你乖乖的束手就擒。楚风没有与这天的奇物过多废话，而是催动着阵法力量，对天地奇物攻了过去。楚风从一开始就用尽全力，他不希望再有意外发生，只想尽快将这天地奇物捕捉成功。小看本尊，你以为就凭你也能捕捉到本尊？本尊正一肚子火没地方撒，今日就用你这小鬼来泄愤。猛然间，恐怖的杀意席卷而来，是那天地奇物。此时的天地奇物变得异常暴躁，那本就覆盖了一方天地的黑色气焰，也是向楚风反扑而来。眨眼间，黑色气焰与血红气焰两股磅礴的气体便缠斗在了一起。只是这一交手，楚风便发现了不对劲。这一次，楚风布置的阵法虽没变化，可是天师浮尘的力量变强了。阵法只是导体，是能发挥出天师浮尘力量的一个导体而已，所以阵法强弱取决于天师浮尘强弱。楚风本以为天师浮尘力量增强可以战胜天地奇物，可却发现天地奇物的力量也提升了，一时之间竟是胜负难分。那两股力量的交锋所造成的破坏，当真是毁天灭地。在楚风看来，这等威势丝毫不弱于先前飞花斋长教与道海八剑仙的交战，也就是说，此时二者的战力都已经达到了3品5尊的地步。果然，天地奇物的力量又增强了。虽说楚风是阵法的掌控者，但楚风知道这根本不是自己的力量，那是天师浮尘的力量。他是凭借天师浮尘的力量在与这天地奇物对抗，还好有天师浮尘，如若不然，楚风自己要如何对抗此等魔物？天地奇物的怒吼变得更加恐怖，他似乎更加愤怒了。在其怒吼变化的同时，楚风发现那天地奇物的本体也产生了变化，那黑色气焰闪烁起诡异的光芒。在这种变化下，天地奇物的力量竟比先前更强。原本均势的局面在此时发生了转变，黑色气焰不断吞噬血红气焰，且正在向楚风的大阵吞噬而来。糟了，眼见不妙，楚风开始拼尽全力催动阵法，可是没用，任何用处都没有。他虽是阵法布置者，但实际上阵法的力量是强是弱与他无关，他就算再努力也无法提升阵法的力量。这样下去，楚风只有等死的份。可就在楚风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之际，那天地奇物竟然发出阵阵哀嚎，那声音非常诡异，与之前滔天的怒吼完全不同，那声音更像是恐惧。尽管那声音依旧刺耳，依旧恐怖，可的确更像是恐惧的声音。且在其发出这诡异声音的同时，凶猛而来的力量竟然开始退缩，不像是其主动收回的，更像是遇到了更强的力量，将他的力量给打压了下去。为何要如此待我？我与你无冤无仇。那天地奇物又发出了一声极为不甘的咆哮。听闻这个声音，楚风意识到了不对，这句话似乎不是对他说的。于是楚风赶忙转身，这才发现在其身后出现了一道身影，那道身影正是神秘高人。难道说看到神秘高人的那一刻，再联想到天地奇物所说的话，楚风忽然意识到了一件事：这天的奇物很可能不是自己跑到这里来的，而是被人强行抓到这里来的。而将其抓到这里来的人，就是那位神秘高人。本尊本该翱翔天际，为何要将我困于此地？难道天地奇物的命就不是命了吗？就要任由你们这些修武者宰割？天地奇物再度发出愤怒的咆哮，而他的这一句话则是验证了楚风的猜测。果然，天地奇物是被这位神秘高人抓到这里来的。你知天性便是杀戮，若放你离开，那岂不是要大开杀戒，祸乱苍生？神秘高人说道：我知天性，我可以改，你放了我吧，我保证不滥杀无辜。那天地奇物说道。然而神秘高人却并未再说话，只见他伸出手来，隔着虚空，掌心微微握紧。那天地奇物发出凄厉惨叫，磅礴的气焰更是迅速收缩。眨眼间，覆盖一方天地的天地奇物化作了只有拳头大小的黑色光芒体，自远方飘来，落入了神秘高人的手中。你那浮尘倒是一件宝物。收了天地奇物之后，神秘高人看向阵法中心的天师浮尘。见状，楚风赶忙驱散阵法，将天师浮尘收了起来。放心，我不会抢你的东西。神秘高人发出一声轻笑：前辈莫要误会，晚辈只是觉得此魔物已被前辈收服，这阵法也没存在的必要了。不过前辈您……此时楚风心中有着诸多疑问，这位想让楚风帮忙，楚风能够理解，可是他为何要故意将天地奇物关在此地？难道就只因他需要楚风帮忙不成？所以才故意用天地奇物来做引诱？而就在楚风不解之际，那神秘高人则是摘掉了自己的斗笠，斗笠摘下，神秘高人的真实面容也是浮现而出。前辈，是您？看到这位的面容，楚风顿时瞳孔一缩，站在眼前的乃是一名气质绝佳的中年女子，而这名女子楚风认识，当日他与王玉贤等人被困在飞花斋，正是这名女子救了楚风与王玉贤等人，她乃是道海仙姑的好友。再看看那名女子微微一笑，随后其面容竟再度变化，不仅面容变化，就连衣衫也是开始变化。看到女子的变化，楚风眼中的意外更浓，因为眼下这名女子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可这名女子变化后，楚风却依旧认得，这乃是道海仙姑。前辈，难道说您一开始就是您？楚风恍然大悟，他已经明白了一切。原来当日在飞花斋救他与王玉贤等人的也是道海仙姑，这也就难怪道海仙姑为何会知道飞花斋的种种恶行了。这也就难怪从那个时候起，楚风的追踪罗盘就不正常了。应该是在那个时候起，天地奇物就已经被道海仙姑捕捉了。楚风一路追踪而来，都是道海仙姑故意引来的。确切的说，应该是楚风见到王玉贤等人第一面的时候，道海仙姑就已经在了，只不过那个时候的道海仙姑隐于暗处，所有人都不知道她在罢了。道海仙姑微微点头，表示楚风所想皆是正确的。前辈，那您
在飞花斋的时候，为何要隐瞒身份，不让你的弟子知道是您呢？楚风不太明白，道海仙姑若是骗他，他还能够理解，可为何要欺骗自己的弟子，不让他们在外历练，不想让他们知道有人保护他们？可终究是我的弟子，我又岂能放心？道海仙姑说道。而他这一番话，楚风就已经明白了，王玉贤等人在外捕捉魔物，应该是道海仙姑所说的历练，但道海仙姑表面不保护他们，实则根本不放心，所以在暗中保护他们，但暗中保护的事情又不能让王玉贤等人知道，否则他们知道身后有师尊在，那就什么危险都不会惧怕，历练也就没了任何意义。这便是道海仙姑解救他们的时候，也要伪装成其他人的原因，就是不想王玉贤等人心中有依仗。前辈，那您特意将晚辈引至此地，就只是想让晚辈帮您拿到绘制大师的那件宝物吗？楚风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道海仙姑这种人物应该不会为了一件宝物费如此周折，何况在楚风看来，那件宝物的价值应该也不是特别的高，此物对乐乐的那丫头有用。道海仙姑说道。乐乐也是您的弟子吗？楚风问道。是王玉贤那个丫头，她的小名叫做乐乐。道海仙姑说道。原来是这样，楚风似乎能够理解了。王玉贤天赋出众，而听旁人交谈，楚风也能听出来，王玉贤应该是道姑仙姑最疼爱也是最器重的弟子，他愿意为王玉贤煞费苦心，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楚风，你一心要捕捉这天的奇物，是有用途吧？道海仙姑看着手中的天地奇物，对楚风问道。不瞒前辈，晚辈的确有大用。楚风没有否认，他知道从一开始他煞费苦心的捕捉这天地奇物，道海仙姑就都看到了，他若否认也没有意义，还不如坦诚相待。你有何用途？我不过问，我甚至可以帮你抹除这天地奇物的危险性，让你可以安全的使用它。不过你要帮我一个忙，只要你帮了我这个忙，这天地奇物就归你。道海仙姑说道。前辈，什么忙？您说便是。楚风直接问道。这可是有些危险，并且会损伤灵魂，这代价谈不上丢掉性命，但也绝对不小，你当真愿意吗？道海仙姑问道。晚辈愿意一试。楚风说道。天地奇物能救牛鼻子老道的命，这也是为何楚风一次次的以命为赌注，也要捕捉天地奇物的原因。只要能得到天地奇物，楚风连性命之危都可以弃之不顾，何况是一些危险。那你就随我回到海一趟吧。道海仙姑说完此话，便直接带着楚风离开了此地。前往道海的途中，没有见到道海八剑仙，而是楚风与道海仙姑二人同行。在途中，楚风也是得知了道海仙姑想要他帮的忙是怎样一回事。道海仙姑为了让王玉贤增进血脉，特意为他寻找了一个历练之地，此历练之地可增强王玉贤的血脉之力，从根本上提升王玉贤的实力。可这座历练之地源自于远古时期，乃远古高手所布，虽如今已被道海仙姑占为己有，可这座历练之地道海仙姑也不能掌控，想要成功突破，唯有依靠王玉贤自身的本事。王玉贤天资聪慧，修炼之地的重重难关对他而言皆不是难题，而王玉贤的血脉之力也是因此不断增强，这才有了如今这名镇九魂天河的天才之名。如今那历练之地就只剩下了最后一关，只要王玉贤突破最后一关，其血脉之力就会彻底蜕变。可是修炼之地的最后一关却也是难住了王玉贤。王玉贤已经挑战那历练之地多次，可都是以失败告终。之所以难住王玉贤，乃是因为这最后一关需要结界之术。可王玉贤身体特殊，他是一种只能修武的体质，无法修炼结界之术。若是王玉贤始终不能掌握结界之术，那么王玉贤将始终无法突破这最后一关。这就是为何道海仙姑想让楚风帮忙的原因。楚风与王玉贤一样，皆是小辈，且擅长结界之术。道海仙姑是想让楚风帮助王玉贤破开那最后一关，只是那个地方已与王玉贤的血脉相连，除了王玉贤之外，旁人其实无法进入，哪怕楚风也是小辈，也是不行。因此楚风若想进入，需要经历一些特殊的变化，让他与王玉贤有共同之处，被历练之地认可，才能进入其中。但这改变会让楚风的灵魂受损，其实损耗的不会是楚风的前程，也不会是楚风的血脉，损耗的乃是楚风的形貌。损耗之后，楚风的外貌将永远无法改变，将成为一个极为丑陋之人，这就是楚风要付出的代价。楚风，我可保你性命安危，可从此你的容貌便再也无法恢复，哪怕遇到再强的界灵师，也不可能帮你恢复，任何伪装手段也都将无效，除非你愿意一直戴着面具示人。可人之容貌关乎一生，我劝你想清楚，我绝不会强人所难。你若是不愿意，现在就可以离开。道海仙姑对楚风说道。前辈，外表而已，对女孩子而言也许很重要，但对男人而言有何重要可言？楚风笑了笑，这个笑容已是表达了他的决定。他并非真的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外表，可是若是能够用自己的容貌换取一个救牛鼻子老道性命的机会，楚风非常愿意。也对，毕竟你连性命都可以不要，何况容貌？对于楚风这个回答，道海仙姑倒也没有太多的意外。随后二人继续前行，经过一番赶路之后，楚风与道海仙姑穿过浩瀚山脉、无尽沙漠、茫茫草原，眼下二人来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海之上。这片蔚蓝的海洋没有滔天巨浪，看上去相对平静，海洋之中也没有巨大的妖兽与凶兽，反而是大片鱼类与海中奔腾，偶尔有海鸥自海面掠过，再配上那与海洋相近的天空之蓝，以及飘于空中的片片白云，此地的大海与楚风记忆中九州大陆的海面很像。见惯了奇珍异宝，见惯了天地奇物，见惯了各种美轮美奂不正常的植物，也见惯了凶兽妖物的楚风，在看到这样的较为寻常景象，反而有些怀念。对于楚风而言，他游历各地，惊奇的景色早就见惯不惯，可这种最淳朴、最原始的景色，反而对他而言更有吸引力。而这里
就是道海。而道海众人栖息的地方，也不是那种浮空岛屿，而是一座位于海中的岛屿。岛屿虽然很大，但岛屿上面却也没有那种参天大树。这里的花草树木、鸟语花香，一切的一切，都与楚风童年时所见到的景象更为贴近。道海仙姑原本飞行速度极快，且是隐藏状态，可靠近这座岛屿之后，不仅速度减缓，且现出真身。她这一现身，立刻有数道身影自岛中飞掠而起，这些都是熟悉的身影。王玉贤、宋菲菲皆在其中，正是当日与楚风一同被困飞花斋的那些道海仙姑弟子们。拜见师尊。王玉贤等人先是对道海仙姑恭敬的施以一礼，可是所有人目光都不由自主地看向楚风，看到楚风竟与他们的师尊同时归来，这让他们很是惊奇，不明白为何楚风会和他们的师尊出现在一起。你们的遭遇，为师的朋友都已经与我说过了，若不是这位楚风小友当日相助，你们就被那魔物所杀。恰巧我与楚风小友偶遇，便将他邀请回我道海。你们这样的眼神，该不会是不欢迎你们这位救命恩人吧？道海仙姑说道。欢迎？怎么会不欢迎呢？楚风公子来的话，我们自然欢迎。是啊，师尊，您是不知道，我当日还将我的令牌给了楚风公子，就是希望他能来我道海做客。这些美丽如仙子一般的女孩脸上都绽放起了甜美的笑容，有几个人看向楚风的眼神还有着别样的味道。宋菲菲就在其中，但值得一提的是，王玉贤那个丫头却没有太多的波澜。虽然她的脸上挂着笑容，但那笑容却很淡，那是一种客气的笑容，是一种礼仪的笑容，但并非发自内心高兴的笑容。这个丫头总是这样的非同寻常，与众不同。当初次见面，所有人都鄙夷楚风的时候，唯有王玉贤没有鄙夷楚风，以礼相待。当楚风说可以救他们，让他们到自己身边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楚风是骗子，唯有王玉贤选择了相信。而当楚风救过他们性命，这些人对楚风刮目相看，再度看到楚风都变得热情亲切之时，却唯有王玉贤如最初相识一般，并没有因为楚风的救命之恩而有太多的增进。虽说他并没有对楚风有反感之意，但同样也没有过多的热情。那个样子的他对楚风客气是出于礼貌，但绝对没有过多的情感。可偏偏这样的王玉贤又让楚风觉得与众不同。你们好好招待一下这位救命恩人，他在我们这里停留的时间不会太久。道海仙姑说完此话，又看向王玉贤，乐乐，你以为是来一趟？随后道海仙姑便与王玉贤离开了此地。当道海仙姑离开之后，宋菲菲等人便一拥而上，将楚风团团围住。他们变得比先前更加热情。先前因为他们的师尊在，他们还有些克制自己的情绪，可眼下他们终于不用克制了，所以他们此时脸上的笑容可不是装的，他们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高兴。这一幕若是被其他男人看到，定然会羡慕死。这可是道海仙姑的弟子，个个都是美女级别的仙子啊！楚风公子，你是怎么遇到我师尊的啊？楚风公子，你可不简单，我从小就在师尊身边长大，还是第一次看到师尊主动邀请人来我们道海做客的。对，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可真的是第一次。楚风公子，难道您的师尊与我师尊是朋友吗？一时之间，无数问题向楚风奔涌而来。这些道海仙姑的弟子一改往常的冷漠，就像鸟一般，在楚风耳边叽叽喳喳问个不停，而楚风也是与他们交谈起来，同时更是讲述起与他们分别之后所遇到的事情。比如之后楚风因缘际会下遇到了飞花斋的人，楚风抢夺了飞花斋的宝物，斩杀了飞花斋弟子，之后又在那城池之中与飞花斋掌教偶遇，以及击败赵玄和等事，自然也讲述了他们的师姐道海八剑仙从起初斥责楚风，到后来因为一块令牌保护楚风的变化。最重要的自然还是危难之际，道海仙姑如天神一般降临，将飞花斋尽数铲除的场面。而这些事情几乎每一件都超乎这些道海弟子的预料，听得这些丫头一个个的眼睛都不眨一下，极为入神。若是其他人讲述这些事情，他们定会怀疑是假的，怀疑是在吹牛皮。正常人哪里敢在没有依仗的情况下，在得罪了飞花斋的人后，又当众斩杀飞花斋弟子的？可是楚风做出这件事，他们却并没有太多怀疑。毕竟楚风是与其师尊一同回来的，而且又得到了其师尊的认可。从这一点来说，楚风应该就不会说谎才对。对了，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为何你们那8位师姐看到那块令牌，对我的态度就会有如此大的反差？楚风问道。直至此时，再想起道海八剑仙的变化，楚风仍感觉很是惊奇。那是因为师尊教导，不可轻易将令牌赠与他人。若是有人拿着我道海令牌，必是有恩于我道海弟子之人，道海弟子都当以恩人相待。忽然，一道悦耳的声音响起，自虚空传来，竟然是王玉贤。小师妹，你快来，让楚风公子为你讲述一下他的经历，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若不是他说，我简直都不会相信会有这种事情。是啊，小师妹，你也来听听楚风公子的经历，可简直太精彩了。见到王玉贤，道海众弟子皆是很兴奋地说道，他们皆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将楚风的经历也分享给这位小师妹。师姐，这件事等一下再说也不迟。王玉贤笑着说完此话，又看向楚风，楚风公子，我师尊叫你过去。好。楚风说话间便御空而起，跟随着王玉贤来到了道海仙姑的住所。那是一个位于小岛深处的小型宫殿，宫殿虽然精致，但却没有金碧辉煌之感。来到此地，王玉贤便在门前停了下来，示意让楚风自己进去。师尊。可就在此时，却又阵阵惊呼响起，原来是宋菲菲等人追了过来。只是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个生面孔，那也是道海仙姑的弟子，只是楚风未曾见过这名女子的修为，此时并未隐藏。楚风能够感觉到她很强，竟与道海八剑仙一样，乃是一位2品5尊境的高手。但与他们同时出现的不仅是这名女子，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此
此时被强大的阵法束缚住了全身，不断发出痛苦的哀嚎，应该正在被那阵法折磨着。而他并非道海的人，不仅不是道海的人，他的衣着楚风还认识，那乃是云空仙宗的人。师尊，有人擅闯我道海领地，还布阵施法，窃取到海内的力量，刚好触发您的阵法，被阵法捕获。师尊，此人当如何处置？是要现在就杀了吗？那名武尊境的女子站在门前问道。误会，这是误会啊，我真的不知道。这里是有主之地，老夫只是想开启一物，恰巧此物只能在此地开启，所以老夫才来到此地。老夫真的不知道这里是有主人的，若是知道的话，必然会与你们打招呼。那位老者忍着痛苦，很是委屈地说道。这个声音，而他这一开口，楚风却是神色一动。这个声音，不就是当日云空仙宗众人前往红衣圣地带走殷庄红时，那位始终不曾露面的老者吗？虽然当日这位老者未曾露面，可却多次开口拦住云空仙宗的众人。若不是他的开口阻拦，当日云空仙宗的人绝对不会那么客气。所以楚风对这位老者的印象倒还不错。前辈，是您？楚风赶忙问道。楚风这一开口，王玉贤与宋菲菲等人皆是面容变化，显然他们都没有预想到楚风居然会认识这位擅闯者。这位小友，你认得老夫？就连这位云空仙宗的公孙长老也很意外，因为他不认得楚风。虽然他已经从怜惜三人口中得知怜惜三人被当日红衣圣地那个叫做修罗的年轻人所救，可怜惜三人却并未说那修罗改变了面容，因此公孙长老并不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就是在前不久救了怜惜三人的修罗。前辈，是我呀，您还记得红衣圣地吗？随后楚风便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修罗小友，竟然是你啊，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啊？前段时间你不是还刚刚救了我云空仙宗的3位弟子吗？怎么转眼间你也来到这里了？得知楚风身份，这位公孙长老也很是意外，他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楚风。其实他撒谎了，他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更是听说过道海仙姑的威名，只是没办法，他们云空仙宗来到此地为的就是这件宝物，哪怕知道这里很危险，他也必须来。这也是为何他让云空仙宗的其他人离开，他独自一人来这里的原因。当被发现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他乃是凶多吉少，却不曾想在此地见到了修罗，并且看这个样子，这个叫做修罗的年轻人似乎与道海这些人的关系还不错。前辈，其实我叫楚风，修罗乃是我之前隐藏身份的名字。楚风说道。原来是这样，原来是楚风小友啊。楚风小友，你认得此地的仙子们吗？若是认识，能否为老夫说说情？老夫真的不是有意的，老夫也不是坏人。公孙长老很是委屈地对楚风说道。其实他也觉得向楚风求助很是可笑，他早就知道道海的可怕，在这里若遇到麻烦，几乎没有人可以救他，但他没有办法，只能试上一试，哪怕只有一丝希望，可也要试试，总不能白白等死吧。真是可笑，我道海之人为何要听外人的话？别说是他，就算9魂圣族的人替你求情都是没用，今日谁都救不了你。那名武尊敬弟子一脸鄙视地说道。听闻此话，楚风也是不知该如何开口了。是他今日来此，也算有事相求于道海，和道海仙姑并没有太深交情，何况他与这位云空仙宗的长老也没有什么交情。这种情况下，显然道海的人也不会给他楚风这个面子。至于那公孙长老，更是面如死灰。在他看来，那名武尊敬弟子的话就已是道海的回答。楚风小友，您认得此人？就在此时，屋内传来了道海仙姑的声音。回前辈，晚辈的确与这位前辈相识。楚风如实回道。楚风此话刚落，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那原本束缚着公孙长老的阵法竟然消散开来，紧接着更令人震惊的一幕也随之发生。让他走吧。屋内，道海仙姑说道。这一幕让所有人感觉难以置信，莫说是那公孙长老和楚风，就连道海仙姑的弟子们也很是意外，这可不像是他们师尊的行事风格呀。师尊，您别相信此人说的话，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里是我们的领地？而且他来到此地是借助我们道海内的力量炼化宝物，此等行为简直完全不将我道海放在眼中，不可轻饶。那名武尊敬的女子说道。我说放他走。道海仙姑的声音再度响起，这一次道海仙姑的声音不再那样平和，有了些许不耐烦。此话一出，道海仙姑的所有弟子都是面露惊恐，就连那位武尊敬的弟子也不例外。别看平时笑嘻嘻的，但看得出来他们其实很惧怕自己这位师尊。弟子知道了。那位武尊敬弟子赶忙施以一礼，随后对公孙长老说道。我师尊的话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多谢仙姑大人，多谢诸位仙子。公孙长老喜出望外，连连施礼。刚刚还觉得自己死定了，可现在居然就得救了，他真是感觉像做梦一样。让你走你就赶紧走。然而他的施礼并没有让那名武尊弟子态度改观，反而脸上怒意更盛。老夫这就走，这就走。公孙长老此时冷汗连连，这就要御空而起，只是临行之前却又忽然驻足，随后回过身来，竟对着楚风施以大礼。咻，不对，是楚风小友。楚风小友，今日恩惠老夫记在心里了，日后必会报答。日后你若有时间，请务必到我云空仙宗一叙。公孙长老这番话乃是发自内心，本来听闻楚风救了怜惜三人，他就已经非常意外，但不曾想今日就连他也是被楚风所救，并且还是在道海这种地方，若有机会必去拜访。楚风这话也是真的，毕竟殷庄红如今就在云空仙宗。好，你可一定要来。楚风小友，再会了。话罢，也不待楚风说话，那公孙长老便御空而起离开了此地。公孙长老离开得很快，眨眼间就消失不见了，但楚风还是注意到他离开时的姿态有些狼狈。一时之间，楚风的内心五味杂陈。他还记得
当日在红衣圣地之时，这位长老是多么的高高在上，那一日他就是神，主宰当日在场所有人的生死。可今日换了一个地方，来到了这里，他竟如此卑微。这一日，他变成了凡人，并且是卑微的凡人。为何会如此？乃是因为他已不是此地最强者。这就是修武世界，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凸显4个字：实力未尊。实力未尊，便是修武世界永恒不变地方法则。但楚风内心却也有着几分窃喜，他没有想到道海仙姑会如此给他面子。当日，这位老者曾为自己说情，让怜惜手下留情。今日，道海仙姑却因为自己的面子，放了这位老者一马。楚风当日这份恩情也算还了，聚在此地作甚，还不速去修炼？道海仙姑的声音再度响起：“楚风公子，回头见。”宋菲菲等弟子俏皮地对楚风眨了眨眼，随后便纷纷离开了此地。此地再度只剩下了王玉贤和楚风2人。王玉贤主动推开了房门，但却并未进入，而是对楚风说道：“公子，请。”楚风微笑点头，便走了进去。别看着房屋外面看着很小，可实则内部另有乾坤。房门开启后，浮现在眼前的乃是一道长长的走廊。楚风顺着走廊前行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进入一座大殿之中。大殿的中心摆放着一个巨大的丹炉，丹炉正被阵法萦绕，而道海仙姑就站在丹炉前。楚风小友，我已准备好，你呢？时刻准备着。楚风说话间便走向了那丹炉。他知道这座丹炉是道海仙姑为他准备的，只要进入丹炉，他就会改变，在他的体内会有与王玉贤共同的东西，他将被那历练之地认可，但楚风也将付出代价。进入丹炉，楚风便感觉磅礴的气焰涌入自己的体内，那力量正在改变着自己的灵魂特质。但值得一提的是，楚风并未感受到太多的痛苦，这应该是道海仙姑的手段。他运用自己强大的力量，让楚风避免了一些痛楚。可楚风的外貌却的确在改变，这种自灵魂深处改变的外貌，楚风将无法修复，但无所谓了，只要能救牛鼻子老道的命，这对楚风而言乃是小事一桩。很快，那力量彻底融入楚风体内。一切结束之后，楚风也是忍不住观察了一下自己的样子，他很想知道自己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还真是有些丑陋啊。楚风看着自己此时的模样，不禁笑了笑，因为的确很丑。此时的楚风就像是被焚烧了一样，浑身上下的肌肤都几乎不存在了。这何止是丑，简直是恐怖，甚至令人作呕。楚风还是尝试性的布置结界阵法，运用结界阵法的力量恢复一下自己的容貌，但是没用，根本无法恢复。就像之前道海仙姑说的一样，若想着遮盖自己此时的容貌，除了戴上面具，还真是别无他法。楚风并不是特别在意面容，而是害怕牛鼻子老道等人看到自己这个样子，替自己担心。毕竟在不久的将来，楚风可是要去见紫菱的，若是被紫菱看到自己这个模样，想必紫菱的心里也会很难过吧。楚风小友，这对你的伤害是永久的，可你能进入历练之地的时间却是有限的，若是过了那个时间，你可就进不去了，你此时的代价也就白付了。丹炉外传来了道海仙姑的声音，他应该是知道楚风已经与那力量融合完毕，所以才催促楚风。听闻此话，楚风赶忙从丹炉内走了出来。此时道海仙姑不仅站在丹炉外等着楚风，在他手中还一件衣衫和一个面具，那不是寻常衣衫，也不是寻常的面具，只要穿上这衣衫，戴上这面具，就算戒灵大师也看不穿楚风真实的面容。换上吧，不要让乐乐知道你的遭遇，不然我怕他心中会有惭愧，影响他的历练。道海仙姑说道。原来他特意准备这些，只是不想让王玉贤看到楚风这丑陋的一面。晚辈明白。楚风穿上了衣衫和面具后，便和道海仙姑一同走了出来。王玉贤一直在此地等着他们，他应该已经知道楚风帮他一同闯那历练之地最后一关的事情了，乃是受到海仙姑吩咐才在此地等候。只是当他看到楚风之后，却也是有些意外。师尊，您怎么还让他戴上面具了呢？王玉贤问这话的时候，脸上竟露出了俏皮的笑容，这个笑容非常好看，这让楚风神色变化。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王玉贤的脸上露出这样的模样，甚至就连王玉贤与道海仙姑说话的语气也变得不太一样，相比平时多了几分亲密。那历练之地正常来说，只有你能进入。楚风小友想进入，自然要经过一些特殊处理。道海仙姑解释道：“原来是这样，弟子知道了。”王玉贤的脸上依旧挂着甜美的笑容，这个样子让楚风确定了一件事：这个丫头应该也有着另外一面。此时的她似乎才是真正的她，不过似乎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让她露出这一面，至少在她的那些师姐面前，她也没有这样。随后，道海仙姑便带着楚风与王玉贤离开了这座岛。他们进入了道海之中，一路下潜，直到伸手不见五指的最深处才停了下来。原本这是一个平平无奇之地，可是只见到海仙姑大袖一挥，这里的一切都变换了模样。原来是有隐藏阵法隐藏了此地的真实面貌。隐藏阵法消散，一座古朴的石门浮现在了海底深处。石门3米宽，5米高，若是体型大一点的人根本无法进入。且石门很是奇异，明明此地尽是海水，可水却不能深入石门之中，就好像海水被无形的力量隔绝了一般。楚风踏入石门的那一刻，浮现在眼前的乃是一个石头砌成的长廊。在长廊之中，楚风就感受到了一股浓郁的远古气息，此地应该蕴藏着极为利奥的力量，难怪道海仙姑会说这个历练之地连他也无法掌控。楚风再一次感受到了远古强者的厉害，他们留下的手笔大部分都是当代修武者所无法企及的。一路深入，遇到了许多阵法，但那阵法都会被道海仙姑轻易化解，并且楚风注意到这些阵法虽然很强，几乎每一个都是自己不可能破开的阵法，可偏偏这些阵法与此地气息有着差别，所以楚风猜测
那阵法应该是道海仙姑所布，为的就是防止其他人进入此地，毕竟这对他而言也是重中之重。终于，楚风三人来到了此地的深处，这是一个不是很大的空间，相比于之前的长廊，只是开阔了一点而已。可这里已是此处尽头，且在这里，楚风能够感受到更为浓郁的神秘力量。这个空间内摆放着7道石门，石门的样子与之前海底见到的入口有些相像，不同的是，此地的石门每一道石门的边缘都刻着复杂的符咒与纹路。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道石门边缘的符咒与纹路闪烁着蓝色光华，而前面的6道则没有。楚风觉得前面的6道石门应该就是王玉贤已经闯过的地方，这最后一道就是王玉贤始终未能闯过的历练之地。楚风，我需要提前告诉你，进入这道石门将会经历3个月的历练期，无论成功与否，只有3个月之后才能从里面出来。道海仙姑说道。3个月，这么久？楚风眉头微微皱起，他并不知道牛鼻子老道现在的情况。虽说牛鼻子老道自己说短时间内他不会有事，可楚风还是想尽快将那天地奇物带回去。况且楚风现在有了挑战传送阵的卧龙武宗的资格，他很想尽快进入卧龙武宗，将紫灵解救出来。3个月对于楚风而言有些久了。楚风公子，这历练之地有着自己的时间，进入历练之地3个月，实际上真正的时间只是过去了1天而已。王玉贤解释道。原来是这样的吗？听王玉贤这样一说，楚风倒是安下心来。事不宜迟，你们现在就进去吧，若是耽搁太久，楚风小友可就进不去了。傲海仙姑催促道。知道了前辈，那晚辈先进去了。楚风抱拳施礼，随后便踏入石门之中。踏入石门，浮现在眼前的乃是一个鸟语花香的世界，而他则是站在一座山峰之上。这样的场面可与楚风想象的历练之地可不太一样，因为在这里楚风感受不到任何危险的气息。很意外吗？一道声音响起，乃是王玉贤。而当王玉贤进来之后，楚风注意到身后的石门关闭了。真的要在这里3个月才能出去？楚风问道。楚风公子，我进来很多次了，每次都要3个月。王玉贤说道。那历练的地方在何处？楚风问道。虽然在这里有3个月时间，可楚风也不想耽搁太久，想尽快帮王玉贤通过此地的历练。历练之地在何处？这就要有劳楚风公子帮我找了。那历练之地我始终都未能找到，所以才推测需要结界之术才行。我曾带过诸多宝物进入此地，但都没有效果。不过这也正常，历练之地靠的本身就是自身力量，宝物在此地大多都会失效。王玉贤说道。原来如此，那我知道了。楚风此话说完，便立刻御空而起，与此同时运用天眼打量周围，找到了。一番打量之后，楚风盯着北方说道。这么快？听楚风这样说，王玉贤也是目露怀疑之色。他进入这里这么多次，费尽心思都找不到那历练之地，楚风当真这么快就能找到？若是真的，那楚风此举简直就将他对比成了废物一般。王姑娘，随我来便是。楚风此话说完，便直奔所指的方向飞掠而去，而王玉贤也是紧随其后。楚风所指之地乃是一座湖泊之上，楚风立于虚空之上，也不废话，体内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立刻开始布置阵法。阵法下落，那原本平静的湖面顿时变得不再平静，滔天的巨浪冲天起，威力极强，那不是寻常水浪的力量，蕴含着更为恐怖的力量。在这力量的冲击下，楚风竟难以站稳，被击退数千米。但楚风顾不得那么多，而是继续催动阵法的力量。很快，湖泊开始出现漩涡，漩涡急速扩大，很快覆盖整个湖面，而漩涡的中心恰巧就是一道结界门，真的出现了。原来就在这里吗？楚风公子，你好强！王玉贤来到楚风近前，原本是想要感谢楚风，可是当他看到楚风之后，却忽然愣住了。楚风公子，你……原来刚刚水浪冲起，在楚风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脸上的面具被巨浪卷掉了。眼下楚风浮现出的乃是那已经被毁过的面容，可是楚风之前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模样？原来楚风戴着面具不是为了欺骗历练之地，而是欺骗他，为的就是遮盖自己此时的容颜，不想让他看到。先别管这些，我需要一直催动阵法，直到你安全出来，否则你将被困在其中。快，现在就进去！若是无法破开里面的关卡，就从里面出来。楚风说道。可是王玉贤有些犹豫，在他的眼中涌现出惭愧之色。他很是聪明，第一时间就明白楚风的面容被毁与他有关，但是他并未迟疑太久，而是转身进入了那结界门之中。大概3个时辰之后，楚风感觉到了阵法的变化，湖面也平静了下来，可那结界门还在。楚风知道结束了，王玉贤必然是成功了。他的天赋果然很强，虽不擅长结界之术，但他修武方面已是登峰造极。果不其然，在那结界门之中，王玉贤的身影很快便浮现而出。这个丫头再度浮现之时，虽然她并没有展露出修为，但楚风感觉到这个丫头已经有了变化。若没有猜错，这个丫头的修为又增进了，但修为增进却并非她所获得的最大好处，她所获得的最大好处乃是血脉之力的提升。只有3个时辰就成功了，不愧是王姑娘。楚风问道。公子说笑了。王玉贤原本很是高兴，可当他看到楚风，脸色又再度凝重起来。既然成功了，为何还闷闷不乐？楚风笑着问道。楚风公子，我希望你能实话实说，是不是为了帮我才变成这个样子的？王玉贤问道。果然，他很在意楚风的面容变化。是，不过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因为只要帮了你，你师尊也会帮我一个大忙，所以王姑娘不必心有惭愧，因为这是我楚风自愿做出的选择。楚风说道。王玉贤没有再多说什么，可是看向楚风的目光却是若有所思起来。时间流逝，转眼间，当楚风进入此地时，已经过去了3个月的时间。眼下，楚风盘坐在一座山峰之巅，正在闭目修炼。楚风忽然
一道悦耳的声音响起，随后一道流光便自天际向楚风飞掠而来。楚风探手一抓，竟是一颗果子，而望向虚空，王玉贤就立于虚空之上。只是这个丫头的手中却捧着各种各样的果子，一只手捧着，而另一只手则握着一个果子，正大口大口的咀嚼着，果汁四溅，竟在她那雪白的小脸之上蹭得到处都是，不仅嘴巴周边有，居然额头都有。这样狼狈的模样，可与平日里的王玉贤截然不同。乐乐，若非亲眼所见，谁都不会相信你会是这样一个吃货。楚风说完此话，却也吃起了手中的果子。今天就要离开了，我当然要摘一点，以后你可就吃不到了。王玉贤说话间，便拿出了一个乾坤袋，将怀中的果子全部放入了乾坤袋之中，随后丢向了楚风。楚风这一查探不要紧，惊愕地发现乾坤袋内竟然有着那么多果子，这可比原本在王玉贤手中的果子要多少万倍都不止。这里有着几十万颗果子，我说乐乐，你这丫头疯了吧？我怕你是把此地所有果子都摘下来了吧？楚风问道。这里的果子能让你的面容恢复，当然要多采摘一点了，我可不想欠你这么大的人情。王玉贤撇着小嘴说道。而他说的也是事实，在这里3个月的时间，发生了不少事。首先，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王玉贤与楚风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也不知道是哪一件小事触动了他。总之，王玉贤这个丫头终于收起面具，向楚风展露了真实的自己。而真实的她，其实是一个活泼俏皮的丫头。据王玉贤说，她这样一面只向3个人展露，一个是其师尊，另外一个就是楚风。至于那第3个人，王玉贤则是不肯告诉楚风。另外一件算得上大事的事情，就是无意间发现此地的果子能让楚风的面容恢复，虽然效果甚微，哪怕楚风每日都吃果子，吃了足足3个月，楚风的面容也没有太大转变，只是恢复了一点点，可终究还是有着一点效果的。这样下去，少则10几年，多则几十年，楚风的面容也许真的能彻底恢复。不过最令楚风欣喜的是，其实这毁掉的面容并非像到海仙姑所说没有任何办法恢复。既然此地的果子都有恢复的效果，那么在这浩瀚修武界中就必然有着其他东西也能让楚风受损的面容恢复，只是那样的东西需要慢慢去碰才可以，但总归是有了希望。就在此时，那座关闭的结界门打开来，见状，楚风与王玉贤则是赶忙走了出来。虽然他们在这历练之地内经历了足足3个月的时间，可是现实世界只是过去了短短1日的时间而已。道海仙姑仍在此地等候着。师尊，乐乐好想你啊！看到道海仙姑，王玉贤竟直接扑入了其怀中。若是之前看到王玉贤这样的举动，楚风必然意外，但与王玉贤数落起来的他已经见惯不惯了。这个丫头本就是一个俏皮可爱的丫头，只是不知为何，她不愿向所有人展露自己这样真实的一面。乐乐呀，看来你是成功了。道海仙姑的脸上也是露出了喜悦的面容。早就成功了，我只用了3个时辰就成功了。不过多亏了楚风，毕竟若不是他的话，我连那历练之地的入口都找不到。王玉贤说这话的时候，还不由得看了楚风一眼。楚风小友，辛苦你了。道海仙姑走到楚风面前，将一个光芒球体递给了楚风。那光芒体内封锁着天地奇物，这天地奇物的力气已被我尽数炼化，修为也被我封印，现在已是非常安全，不管你有何用途，都可放心使用。道海仙姑说道。多谢前辈。握着那光芒球体，楚风内心有些复杂，毕竟这可是能救牛鼻子老道的东西。之后，楚风就与道海仙姑道以及众人别，而道海仙姑的众人更是亲自来为楚风送别。值得一提的是，道海之中也有可以跨越天河的传送阵法，可以直接将楚风传送回到圣光天河。楚风公子，你以后可要来看看我们。在送别之时，许多人都表现出了不舍，不过令人有些诧异的是，王玉贤这个丫头竟也表现出了不舍。我说楚风，你以后还会再回来吗？王玉贤对楚风问道。若有机会，定会回来看你的。楚风此话说完，王玉贤的脸上才露出甜美的笑容，这一笑极为动人，那可就一言未定哥。王玉贤笑道。那就再会了，诸位。楚风抱拳道别，便踏入了传送阵之中。而王玉贤竟然看着那传送门，望了好一会。小师妹，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楚风公子了吧？是啊，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小师妹对一个男子这般友好。见状，宋菲菲等人哄笑道。师姐，你们多想了，我与楚风公子只是朋友。王玉贤淡淡一笑，再度恢复了往日模样。他一点也不高冷，待人非常客气，明明是大名鼎鼎的天才，可却不会高高在上。但了解王玉贤的人都知道，这样的王玉贤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他。此时，宋菲菲等人也不由再度看向了那传送阵，眼神中都或多或少有些羡慕。他们羡慕的人自然是已经离去的楚风，他们都希望这个小师妹能像对待其师尊一样，与他们敞露心扉。只是努力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做到的事，居然被楚风做到了。小师妹，有人来看你了。是喵喵公主。忽然有一道身影飞掠而来，此话落下没多久，自远处便有一辆巨大的战车飞掠而来。战车很大，车上不仅有着宫殿，竟然还有山川河流。说是战车，倒不如说那是一座移动城池。而拉着这辆战车的也绝非凡物，那是一匹匹有着巨大翅膀的马，每只马都洁白如玉，在阳光照耀下散发着神圣的光芒，并且这马的体积也非常的大，每一只都高达100米。如这样的马，竟然有着上万只这样的神马，同时拉着那辆巨大无比的战车自虚空而来，那个场面非常壮观。而在那战车上面插着的旗帜则更是引人瞩目。九魂圣族看到这辆战车，就连平日高高在上的宋菲菲等人目光也变得敬畏起来。这也能够理解，毕竟九魂圣族可是这九魂天河的统治者。不过那辆战车靠近岛屿之后便停了下来，紧接着一道倩影飞落而下，直接来到了王玉贤等人的面前。
这又是一位少见的绝美女子，她之美貌让宋菲菲等人黯然失色。在场之中，只有王玉娴能够媲美，并且她的容貌与王玉娴又有着极大的不同。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尖尖的耳朵，这个模样更像是妖族。而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灵气十足，很是漂亮，很是吸引人。如果说王玉娴代表的是纯洁和干净，那这名女子则是可爱迷人。不过看到这名女子，宋菲菲等人则是赶忙施以一礼，拜见喵喵公主。原来这名女子便是九魂圣族的公主，名为九魂喵喵。哎呀，不是告诉你们了，不用对我这么客气，这样显得见外。你看乐乐这丫头就不会这样，这才是好姐妹嘛。那九魂喵喵笑嘻嘻地说道：喵喵，你怎么突然来了？此时王玉娴也是走上前来，在她的脸上再度露出了甜美的笑容。想必这名女子就是王玉娴不愿意对楚风所说的那个第三个能让她袒露心扉的人了。想你了呗，所以来看看你啊。九魂喵喵笑嘻嘻地说道。可忽然她的小鼻子却是开始猛吸，并且越吸越大力，就好像在搜寻着什么一样。喵喵，你这是在干嘛？鼻子不舒服吗？王玉娴问道。不是，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气息，可是我又想不起来究竟是什么了。你们这里来过其他人吗？九魂喵喵问道。还真来过一个人，王玉娴说道。是谁啊？九魂喵喵问道。他叫楚风，来自圣光天河，难道喵喵你认识？王玉娴问道。圣光天河？怎么可能？那种弹丸之地我从来都没有去过，怎么可能认识那里的人？然而听闻此话，九魂喵喵却是连连摇头，不仅否定，还尽显嫌弃。